大熊猫掰竹子的方式有多五花八门，有用嘴的，有用脑壳的，还有用鼻梁的，但都比不过萌二人叫板掰竹子。萌二每次掰竹子表情一定要到位，凶狠的模样，说是手上有几条熊命都信。据说二小子从小就离开了妈妈萌萌，生活技能都是饲养员手把手教的，但由于奶爸掰竹子时非常费劲，没做好表情管理的他露出了痛苦面具。我们萌二主打不理解但学习，于是不管竹子是粗还是细，通通龇牙，有时忘记龇牙，想起来后还会补上。而凭借人教板掰竹子火遍全网后，萌二又解锁了鼻尖掰竹大法。虽然看似轻松，但表情却更狰狞了。或许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龇牙咧嘴吧。北辰作为熊猫圈含糖量最高的小熊，掰个竹子都能向游客发射甜蜜暴击，扯下竹子时两边脸颊更是一抖一抖的。就是说，谁能拒绝如此甜美的小熊呢？福宝在韩国吃的都是切好的小段竹子，回国后面对超长竹竿直接惊呆了，从左到右捋了一遍都没找到下嘴的地方，小家伙只好虔诚的举起来，嘴里念念有词。天灵灵地灵灵，竹子自己劈开行不行？好在我们福猪猪是聪明的小熊精，很快学会了两手抓着，然后用头顶开，左手拿的一半只是看看就丢在了地上。不得不说，这动作真是太优雅了。远在韩国的宋爷爷的得知此消息后，连夜改教材教瑞宝辉宝掰竹子，为了避免表情管理也被熊孩子学去，就从小竹子开始教迷你竹配迷你熊。此外，小奇迹也曾因掰竹子苦恼不已，手脚并用的扯开，却还是没能吃上一口。恼羞成怒的他直接上演某博士掰竹，气哼哼的想来呀，比比谁的命更硬。铁头帮主苏星最擅长用头掰竹，还因此获得了奥特曼同款尖脑袋。如果竹子很细的话，他会用鼻梁掰开，以鼻梁为支点，两手使劲，简直轻轻松松，不得不感叹好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。不过以上这些掰竹大法都是小意思，华丽直接对着院子里的竹子下手。而在他200多斤体重的加持下，竹子尖叫着倒下了。花花身为顶流女明星和局长，任何时候都不忘保持优雅，就连掰竹子也不例外，满脸呆萌，让人忍不住想上手捏捏。好在二狗早已从幼年园毕业，要不然照花花这个吃饭速度，估计他和二狗都能饿死。而网友们还知道哪些掰竹子的方法呢？看到曾被游客攻击丑的萌二正脸一夜，才明白二小子的内心有多强大。都知道先前萌二的螨虫眼很严重，奶爸奶妈每天给他抹药也不见好。有游客看到他眼圈泛白的样子，当众嫌弃的吐槽萌二长得不好看。萌二长得不好看，走吧。正在吃饭的萌二明显听懂了，他愣了一下，赶紧用手擦了擦眼圈。可见大熊猫虽然不会说话，但它们能敏锐察觉到来自旁人的恶意。尽管平白遭受了不良游客的攻击，但乐观开朗的萌二依旧选择正面游客。尤其是当他重新拥有乌黑的眼圈后，小家伙更喜欢和游客贴贴卖萌了。只见萌二炫耀似的举起扁扁的盘子，满眼的单纯和懵懂简直萌化人心，哪怕打哈欠也能经得住镜头的考验。可见我们萌二的样貌绝不输萌兰，不同于萌兰从小便被猫粉们关注着，长大后凭越狱登上央视新闻板块。萌二从小就是小透明，也没在妈妈身边长大，偶然间靠龇牙咧嘴掰竹子才火出圈。不过单凭技能还不足以火爆全网，萌二的个熊魅力同样吸引了不少猫粉。他是萌氏家族最懂事暖心的小熊，也是北洞奶爸奶妈集体宠爱的团宠。别的小熊面对北洞窝窝头满脸愁容，经常趁饲养员不注意丢到墙角，而萌二拿到的窝头不管多厚多干巴，他都会一口一口吃得很干净，甚至还会用盘子接住残渣以免浪费。当奶爸来上药时，萌二乖乖仰头，任由对方触碰自己最脆弱的眼睛。如果是其他小熊肯定没这么配合，而且萌二每次出门上班之前都会来到门口跟饲养员打声招呼，肚子饿了就乖乖坐在门口等待，无论等多久他都不会生气。也正是因为萌二性格温柔，很少欺负人，当面面奶爸被小白天折磨到刻板后，神情呆滞的他总会来找二小子寻求安慰，很快便能从愁眉苦脸笑成一朵花。当面面奶爸接萌二下班回家时，关门太快，不小心夹到了小家伙的屁股，这要是换成小白天，准得送他拿捏大礼包。可好脾气的萌二既不生气也不拿捏他，只是走回去让对方下次注意点。只能说越了解就越觉得萌二治愈，而且他的暖心不只是对饲养员和游客，更是对世界万物的热情和包容。当乌鸦偷吃萌二的窝头时，他明明看见了，结果仍假装若无其事。有时乌鸦朋友没在午饭的时间露面，萌二还会把最爱的小苹果留给他一些。二小子真的是治愈系的天使小熊，只希望能有更多猫粉关注如此可爱的小家伙。萌二未来熊生永远快快乐乐无忧无虑。大熊猫橘萌萌带娃有多敷衍？虽然是第一次生娃当妈妈，但萌萌早已学到成大带娃的精髓。只要月嫂不在，就把娃往地上一丢，自己跑到房间另一端角落炫饭。起初媚珠还哼哼唧唧的表示抗议，
可当他差点接受100千克铺天盖地的母爱后，媚珠内心 OS 这母爱谁爱要谁要。原来萌萌带娃累了就趴着休息，完全没注意自己压住了睡觉的媚珠。闻讯赶来的奶妈吓得赶紧薅萌萌起来，这才保住了猪妹的一条小命。果真是母爱如山，300多斤，别的小熊被妈妈舔得粉粉嫩嫩，而媚珠却白得跟卫生纸似的。只见萌萌正勤勤恳恳地舔娃，原以为她的母爱终于上线了，可没曾想这只是萌萌的假动作而已。不仅娃抱反了，舔的还是自己手艺，只能说萌萌有点母爱但不多。别的熊猫妈妈警惕性十足，生怕孩子被饲养员偷走。萌萌只要逮着机会，就将孩子扔给金牌月嫂照顾。只见她走到门边后往地上一趴，而可怜弱小且没毛的媚珠则在地板上边挣扎边滋哇乱叫。奶爸看到这幕吓得差点原地昏倒，赶紧用手不停拍闺女熊腚提醒她，可奶爸使多大劲，萌萌都浑然不觉。最后被烦得不行，才悻悻起来抱娃。只能说这哪里是金牌月嫂，分明是媚珠的贴身保镖。当萌萌搂着娃呼呼大睡的时候，奶妈担心着凉，想让她盖住宝宝，结果浑身反骨的萌萌愣是不听，气呼呼地甩开了奶妈的手。萌萌内心 OS 又不帮我带娃，凭什么听你们的好？当大梁奶爸进入产房打扫卫生时，萌萌抱着仔望眼欲穿的瞅着对方，快点呀，搞完卫生帮忙带娃。感觉奶爸压根就不敢跟闺女对视，毕竟奶爸奶妈想按照传统方式让萌萌自己带娃，教给孩子生存技能，因此每次带娃前，亲姐不仅用笋收买她，还会不停输出彩虹屁鼓励萌萌。或许是萌萌的母爱值已充值成功，奶爸刚把媚珠拿到窗口前，萌萌就迫不及待地伸手去捞闺女，担心弄伤孩子的奶爸赶紧拽开，而萌萌则将大脑袋塞进窗口，用神似哈士奇的清澈愚蠢的眼神死死盯着摄像师。怎么个事？就你小子造谣我不爱带娃的吧？再过2天媚珠就要满月了，网传长隆准备了红鸡蛋与游客同庆，不愧是熊猫界最宠娃的动物园，绝不会放过任何晒娃的机会。这只在厨房找饺子吃的熊猫名叫老詹，是一只野生大熊猫，因为平日里一派绅士风度，潘教授给他起名 Gentleman， 中文名老詹。原本老实本分的老詹正守着自己的1亩3分地过日子，结果就被寻仇的胡子逮住一顿暴揍，还把他推下山坡摔得遍体鳞伤。原因是彼时2岁的胡子为占领地盘，胆大包天的他先是闯入老詹家里，随后将对方标记过的树皮抠下来扔掉，大摇大摆的在树上留下自己的气味。而老詹发现家被毛头小贼占领后，一向绅士的他顿时气得火冒三丈，追上去就给这小子一顿胖揍，揍得胡子耳朵毛都岔劈了。没曾想胡子不仅不反省，还很记仇。时隔2年完成逆袭的他强势归来，直接将老无力的老詹揍掉了半条命，还把对方的后背咬得鲜血淋漓。好在潘教授团队听到动静及时赶到，将奄奄一息的老詹救了回去，而胡子则得意洋洋地趴在树上看着。就回去拿来了注射器和一个网，连麻醉枪都不用，他一点力气没有，还是虎子厉害。对此老詹表示，这说的是人话吗？回到救助站，兽医给他处理伤口，没想到老詹就算疼到浑身发抖，都一声未吭，也没有攻击人类。不过等老詹身体稍微恢复些，在打针时就不那么配合了，有时还会举起爪子威胁兽医。潘教授只好给老詹端来蜂蜜水，趁他呼哧呼哧喝得入迷的时候下针。为了给老詹补充营养，早日痊愈，工作人员用玉米面奶粉面粉给他蒸发糕吃，可老詹只吃加了白糖的发糕，不然就生气。而他能接受的不甜食物则是饺子和竹子。由于笼子太小，也没有室外活动场，潘教授干脆放他在房间内自由活动。好在老詹性格温顺，对两脚兽很友好，甚至路过的狗吠他也不会生气。而老詹也是一点不把自己当外兄，不仅大咧咧地趴在研究员背上监督工作，到点还跟潘教授要好吃的发糕饺子。由于研究所周围1公里的竹子全进了老詹的大肚皮里，饺子和发糕则是研究员们的口粮，实在无法负担这只吞金兽了。于是等到老詹伤势痊愈后，潘教授就打开门示意他赶紧回家。可山里没有甜甜的发糕和好吃的饺子，老詹扭扭捏捏，愣是不肯踏出房门半步。不过当意识到研究员的窘迫后，老詹破窗而出，主动离开了救助站。研究员高兴坏了，以为摆脱了拖油瓶，没曾想老詹晚上又回来讨要发糕吃。就这样，他白天出去吃竹子，晚上回来吃饺子发糕，这神仙日子谁看了能不羡慕？潘教授本想给他一针扛到山里，没曾想春天到来，老詹想谈恋爱了，再三权衡下觉得饺子不如妹子香，于是自己跑回山里，没再回来。